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stair。咁呢條片咧就想講講 B-Let's 嘅最新消息嘅，同埋講講 B-Let's 係咪一個詐騙咧？會唔會偷取你嘅個人資料咧？我哋都會講講 B-Let's B 幣啊，點解會值錢咧？佢嘅價值何在啊？可能有朋友唔知道 B-Let's 係乜嘢嚟嘅，咁我就想去簡單咁樣去介紹一下先嚇。咁就 B-Let's 咧係一款嘅手機掘礦 App。唔會點樣去消耗電力啦 ，OK？ 有手機就可以獲取 B 幣，非常之方便，係咪？只需要每隔24小時點擊掘礦。咁目前咧就處於呢個嘅測試階段，目標咧就喺2022年嘅 Q3 上交易所㗎啦 ，OK？ 即係出年 ，OK？ 咁5個月以嚟咧，誕生5個月以嚟咧，就已經增加咗1200萬個用戶，增長非常之驚人。好多人咧就同另外一隻手機 App Pilot 做比較嘅。Pilot 我覺得係目前嚟講最有潛力嘅手機掘礦 App。咁目前嘅全球共識價係100 USD 嘅。咁如果 Pilot 喺市場上成功，價格受到認可嘅時候咧，咁我覺得 B-Let's 亦都會受到一個正面嘅影響嘅。OK， 咁我想講講我有冇繼續去掘 B 咧？有冇去偷懶咧？呢個係我目前持有嘅 B 數量啦，我只係想表達一下，我係純粹係有持續去掘 B 嘅，我係有堅持去掘幾個月嘅，我每日都有去掘嘅，我冇偷懶 ，OK？ 咁其實大家 B 嘅持有數量其實係公開嘅，只要你註冊 B 之後咧，你可以點擊上線或者下線啦，點擊佢哋嘅頭像，你就會知道佢哋嘅 B 嘅數量嘅，同埋獎杯上面都有公開 B 嘅數量嘅 ，OK？咁我都想講講 B 嘅背景嘅，我想講講一啲簡單嘅介紹嘅。咁根據 B.com 嘅官網顯示咧，服務條款係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管轄啦。咁亦都有公司註冊書嘅，創辦人嘅姓名就叫做馮浩軒啦。B.com 嘅 domain 咧，亦都係價值250萬美金嘅。目前咧就喺香港嘅招聘網站上面招聘人員開發。OK。咁就非常之唔好啦，有一啲嘅負面消息。咁就喺4月12號 Play Store 就移除呢個嘅 B-Let's， 咁就下架咗啦。咁就好多人就留言話俾我聽 B 係咪有問題啊？有太多人 PM 我啦，係咪應該放棄 B 啊？大家都懷疑 B-Let's 係咪有問題啊？所以下架。咁我當時咧覺得其實好大可能係 Play Store 認為 B-Let's 係一個區塊鏈嘅項目，而唔應該放喺教育類嘅，所以就將佢下架。咁事實證明咗咧，過咗2個禮拜之後咧 ，B-Let's 就重新翻去 Play Store 嘅 ，OK， 咁就證明咗 B 係冇事啦，係咪？咁就重新去上架嘅。咁就Play Store 係唔會俾有問題嘅 App 上架嘅。KYC 係乜嘢嚟㗎啦？目前咧 B-Let's 咧就進入呢個 KYC 嘅階段嘅。KYC 即係實名認證啦，簡單咁樣去講講嘅。B-Let's 嘅 KYC 係有一個嘅必要性嘅，實名認證有必要性嘅，咁就可以防止一個人開大量嘅帳號去掘嘅。如果冇實名認證嘅話，就冇辦法去證實係咪真人去掘啦。開大量嘅帳戶就做大量嘅供應，咁就只會損害大家嘅利益啦，係咪先？有咗 KYC 之後，就可以將冇用嘅帳號、無效嘅帳號銷毀。因為一個人咧，如果開工作室嘅話，幾百部手機咧，佢冇辦法做 KYC 認證㗎啦。最後咧，佢連佢本人嘅真人嘅帳號都會冇效 ，OK？ 所以大家唔好咁樣做啦 ，OK？ 咁首先我覺得係要做 KYC 嘅，絕對要做 KYC 啦。做咗 KYC 之後咧 ，B 幣先係真真正正屬於你嘅。如果冇做 KYC 嘅話咧，就算你掘咗100萬粒都唔係你㗎啦 ，OK？ 咁我就想講講 KYC 係咪偷取你嘅個人資料咧？咁有啲人擔心用身份證或者係做護照係會俾人哋偷取個人資料嘅 ，OK？ 我覺得咧就係完全係唔需要擔心嘅。咁 B-Let's 咧係用呢個嘅第三方公司 Solos 啦，咁就已經有5年以上嘅歷史㗎啦。咁呢一間咧係專門做 KYC 嘅公司嚟嘅，完全唔需要擔心啦。咁保護機制好簡單啦，咁就當用戶通過 KYC 之後咧，就唔會以任何嘅形式去儲存用戶嘅資料嘅。咁反饋俾 B-Let's 咧，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嘅數目字啦，或者一個通知啦。OK， 呢個咁簡單嘅通知就可以話俾 B-Let's 呢個用戶有冇通過驗證咧，咁就唔會儲存你嘅資料嘅。
咁就好似我之前介紹過嘅 Pi Network 一樣啦，咁就使用呢個嘅第三方平台 Uti 做認證一樣嘅技術都係類似嘅。OK， 咁就如果你冇香港嘅身份證，咁點算咧？目前只可以係用護照噶啦，即係嚟自台灣、馬來西亞或者係大陸嘅朋友，目前咧只可以使用護照噶啦。如果你冇護照嘅話咧，我強烈建議去申請護照。OK。如果你唔申請護照做唔到 KYC， 咁就就算你掘咗好多幣都係唔係屬於你㗎啦，咁就一定要去申請啦。咁做 KYC 嘅流程咧，咁就點擊右下角3點啦，點擊 KYC 護照會彈出一個嘅私隱協議嘅 ，OK， 咁就閱讀一下私隱協議嘅內容係點樣啦，都要知下嘅 ，OK， 然後點擊呢個同意開始 KYC 啦，咁就將你嘅護照或者身份證放喺鏡頭上面啦。下一步咧就係掃描你嘅面部嘅。咁就將你嘅面放喺鏡頭上面啦，圓框上面 ，OK。咁就要求你眨眼，咁就完成咗㗎啦。可以再次點擊 KYC 護照，如果有彈出信息嘅話咧，就代表你完成咗 KYC 護照㗎啦 ，OK。咁咧我就想講講B-Lecture 係咪偷 Android 手機用戶嘅資料咧？咁啊之前咧就瘋傳咗一條片嘅，咁就好誇張啦。咁就 Android 手機後台就顯示B app 就喺未經同意嘅情況之下自己打開手機上其他嘅 app 嘅，我覺得係太誇張啦。咁就應該係個 app 嗰度加咗一啲木馬程序先可以做到咁樣噶啦。我自己用係 Android 手機掘嘅，掘咗4個月，咁時不時有去觀察下有冇異樣嘅，但係就揾唔到同影片類似嘅情況。即係冇發生過咁嘅事咯，我自己喺我身上，我係唔太相信影片嘅內容咯。咁如果B 係有問題，咁點解 Play Store 會俾 B 上架啊？係咪？咁 Apple Store 點解又俾 B 上架啊？呢啲平台係咪咁兒戲啊？放一啲有木馬嘅 App 俾用戶啊，成千上萬嘅用戶中招啊？有冇可能啊？係咪先？係啊。好啦，咁就想講講B-Lecture 係咪傳銷啦？係咪龐氏騙局咧？咁 B-Lecture 咧就我覺得唔係傳銷嚟嘅。咁你要諗諗傳銷嘅定義係乜嘢啦？B-Lecture 係唔需要你投入任何嘅金幣、金錢 ，OK？ 每日俾你免費掘礦 ，OK？ 目前咧係一個嘅測試幣，佢唔係真正嘅加密貨幣，所以咧你推廣俾人嘅時候咧，佢唔係有金錢上嘅價值嘅。再加上咧 B-Lecture 咧，只不過係有一個嘅。咁再加上咧 B-Lecture 只有1層嘅下線嘅，咁邀請人咧最多可以獲取1層嘅收益嘅，下線咧可以獲取上線嘅收益嘅，所以係一個嘅平等關係嘅，互惠互利嘅 ，OK？ 咁就下線咧可以獲得上線嘅收益加成嘅，呢個要記住啊！使用我嘅邀請碼 ，OK？ 我係日日掘㗎。咁點解咧 B-Lecture 可以免費俾我哋掘礦咧？咁項目方送。咁點解 B-Lecture 可以免費俾我哋掘礦咧？項目方送加密貨幣咧就唔係新鮮嘅事嚟嘅，例如恒星幣 SLM，OK， 將95%嘅幣送俾用戶，或者而家喺市面上見到好多嘅空投嘅項目啊 ，OK， 咁咧項目方係當然係希望貨幣越多人持有越好啦，好似而家 B-Lecture 咁樣 ，OK， 只有認識嘅人越多，咁幣嘅價值先會增加嘅。呢個係緊㗎啦 ，OK？ 咁使用手機掘礦嘅方法可以幫 B-Lecture 喺上交易所之前咧已經有1,200萬嘅用戶，非常之成功啦。咁好多人指責 B 幣係抄襲呢個 Pi 幣嘅，無可否認嘅就係 B 幣初期係模仿 Pi 幣嘅，佢嘅掘礦模式啊、白皮書啊等等。但係大家要諗一諗喎，係咪有競爭先有進步咧？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大家去參加游水比賽。你可以游蝶式，你會唔會同其他選手講話啊？你點解要模仿我啊？點解你又係游蝶式啊？咁最後贏出嘅話，梗係要靠實力啦，係咪先？如果到最後 B 冇自己嘅獨到之處，無論係生態啊、技術啊都冇優勝之處嘅話咧，咁 B 咧自然會俾 Pi 比下去啦，亦都可以係共贏嘅狀況，大家都有一席之位嘅。Pi 咧手機掘礦第一啦 ，B 係第二。可以係咁樣嘅 ，OK？ 好啦，咁就想同大家講講 B-Lecture 點解會值錢咧？佢嘅價值何在啊？咁就首先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注意力經濟啦
OK， 好簡單咁樣去講就係佢嘅價值係嚟自於人類嘅注意力啦，同埋流量嘅。咁正如你而家睇緊我嘅 YouTube 片咧，我係有錢收嘅。OK， 咁咧大家將注意力放喺 B Network 嘅時候咧，咁 B Network 咧亦都會用 B 幣嘅形式回饋俾用戶嘅。未來嘅商家咧，如果佢要落廣告喺 B Network 或者佢要賣商品嘅時候咧，就需要購買 B 幣。OK， 咁就第二個 point 咧，就係而家目前有1200萬個用戶啦，未來肯定有更加大嘅龐大嘅用戶量啦。咁 B App 咧只不過係一個嘅入口嘅，咁就透過 B App 將用戶帶到一啲嘅去中心化 App， 例如 B Browser、B 瀏覽器。OK， 咁就可以做一個 Web 3.0 啦，裏面有好多嘅 B 版嘅，譬如淘寶啊，或者一啲嘅租車服務啊、租房服務啊、租酒店服務啊、租酒店 App 啊。我覺得將來嗰個應用或者係支付層面係非常之廣泛嘅，咁就非常之吸引啦。第三咧就係唔消耗能源啦，同埋轉賬手續費低。OK， 咁 Elon Musk 咧曾經講過咧，就話要尋找唔消耗能源嘅加密貨幣。咁 Elon Musk 嘅 Twitter 有5000幾萬個 fans 啦，咁就好多人都會聽佢講嘅。咁有環保屬性嘅加密貨幣，我相信係一個趨勢嚟嘅。咁 B 幣咧係有跟上時代嘅。OK， 另外咧，如果 B Network 咧喺全球建立節點嘅時候咧，好似 Pi 咁樣咧，已經有12000個活躍節點啦。咁轉賬費低啦，而且又快速喎。咁 B 咧呢個將會係 B 嘅一大優勢啦，因為咧 B 有1200萬個用戶啊嘛，咁建立成千上萬個節點，話都冇咁易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最近咧有網友同我講啦，佢喺2019年註冊 Pi 喎，咁差唔多有2年冇掘啦。咁最近見到Pi 有一啲嘅實質嘅舉動啦。譬如 Pi Browser，OK， 咁就覺得自己浪費咗一個大好機會啦，好後悔，係咯。咁就大家諗諗啦，如果錯過咗 Pi 幣嘅時候咧，係咪又要錯過 B 幣咧？係咯，一個好嘅機會。好啦，就想講講近期咧一個比較重要嘅問題就係好多用戶啊，佢冇辦法使用呢個嘅 Facebook 啊去登入一個嘅 B Network。咁我試過登出並且係去剷除呢個 B App 嘅。咁之後發現咧，原來係要更新 Facebook 先可以登入嘅。OK， 咁就之後就順利去進入啦，並且係成功去獲取原有嘅 B 幣嘅。OK， 咁我想講講一啲嘅 B Network 嘅缺點，因為講缺點咧先可以令到佢進步啊嘛。我覺得 B 係有好多改善空間嘅。首先咧，我覺得佢嗰個透明度係唔夠高嘅。OK， 咁啦，除咗創辦人嘅姓名之外啦，睇唔到其他嘅資訊咯，包括呢個嘅團隊成員。有睇下SpareRest 啊、Pi 幣或者 TimesUp 呢啲，全部都係有團隊嘅，大家都知道係咩人喺後面去操作、去做呢隻幣嘅。OK， 咁我覺得係有必要嘅，因為既然市場上其他嘅競爭對手都有咁樣做。另外咧就係互動性嘅問題啦。咁 Pi Network 嘅創辦人或者 Pi 嘅項目方同礦工嘅互動係非常之頻密嘅，亦都有不斷咁樣更新啦。我覺得B 喺互動方面應該可以加強一下嘅。OK。最近咧有睇到佢招聘公關嘅，我都好希望呢方面得到改善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就想同大家講講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 B 嘅資訊咧，你可以例如B 嘅掘礦技術啊，或者佢同比特幣有咩唔一樣啊，大家可以睇資訊卡嘅影片啦，有更加詳盡嘅資訊嘅。OK， 如果想賺更加多嘅錢咧，可以睇呢個嘅播放列表啦，你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嘅手機掘礦 App 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stair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幫我撳個 like 啦、留言啦，同埋訂閱呢個 channel 嘅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